各位岁月安心站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嘉欣。今天咱们来聊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关系到家里长辈的出行安全，更关系到一家人的积蓄能不能守得住。先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您现在能不能把家里的驾照拿出来看一看？翻到有效期限那一栏，上面写的是永久有效，还是写着一个日期，而且那个日期可能早就已经过了很久了。是不是总觉得新闻里好像说过驾照不用换了，所以就一直没去管它？如果您家里有长辈今年已经满75岁了，或者马上就要到75岁了，那我必须非常认真、非常严肃地告诉您，这张在大家心里觉得永久有效的驾照，在法律上很可能已经失去效力了。今天这个话题您一定要认真听，因为这不是小事，这是实实在在关系到咱们养老前安不安全的大事。在开始今天这么重要的内容之前，嘉欣也想跟的一次来到我们频道，或者还没订阅的老朋友说一声，如果您觉得咱们聊的内容对您有帮助，请您一定记得按一下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还有旁边那个小铃铛，这样以后只要我们岁月安心站有最新的长辈福利信息，或者像今天这种帮大家避开生活里潜在风险的提醒，您就能的一时间收到通知，绝对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能帮您安稳过日子的好机会。前阵子我听到一个真事，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在彰化，有一位76岁的陈伯伯，身体挺硬朗的，平时都习惯骑摩托车去菜市场买菜，觉得方便。有一天，他在一个路口不小心和一个年轻人发生了小擦撞。陈伯伯心想，自己每年都有按时交保险费，除了强制的交通险，还多买了一份第三人责任险，觉得应该没问题，反正有保险公司处理。可是当他拿着警察开的报案3联单去申请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的理赔人员一查电脑，很冷静地对陈伯伯说，陈伯伯，非常抱歉，您的驾照在您满75岁那年就已经过期失效了，现在您属于无照驾驶，根据保险合同条款，我们无法进行赔付。陈伯伯当时就愣住了，他拿出自己的驾照说，我这上面没写过期啊，但规定就是这样，最后结果怎么样呢？对方的修车费、年轻人的医药费，还有对方因为受伤不能上班要求的赔偿金，加起来数额不小，全是陈伯伯从自己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金存折里一笔一笔取出来赔付的。多年的积蓄就因为忽略了换驾照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受到了损失。您说心疼不心疼？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为了应对社会老龄化，从2017年的7月1号开始，推行了一个叫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的规定，但是这个规定宣传的可能不够，或者很多长辈没注意到寄到家里的通知单，导致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驾照可能已经失效了，自己每天都在无照驾驶。今天这期内容，家里有长辈的您一定要看，嘉欣要把这个关系到您退休金安全的规定前前后后清清楚楚的给大家讲明白，咱们可不能因为一张小小的卡片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在讲到最核心也是最关键的保险赔付问题之前，咱们先得把最基本的问题搞清楚，到底谁的驾照会自己失效呢？很多人印象里，驾照不是早就改成终身有效，不用换发了吗？没错，但那是对一般年纪的人说的，对于高龄驾驶者，规定完全不一样。为了确保长辈们的身体状况还能安全的骑车、开车，特意设定了一个年龄门槛，这个门槛就是75岁。具体来说，有2种情况会被关注到。第一种是在这个制度实施之后，也就是2017年7月1号以后才满75岁的长辈，只要您一到75岁生日，您手上那张旧的驾照就自动到期了，您必须去监理站办理换照手续，新换回来的驾照有效期只有3年，不是永久的了。第二种情况更要特别注意，就是如果您虽然还没满75岁，但已经超过75岁了，而且在这个新制度实施之后，您有过交通违规被记点，或者驾照被暂扣过的记录，如果是这样，您也会被要求必须回来重新体检、换照。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观念，嘉欣一定要纠正大家。很多长辈觉得我没收到监理站寄来的通知单，那就没事，这个想法是不对的。监理站确实会把通知单寄到您的户籍地址，但很多长辈实际并不住在户籍地，或者信件被家人随手收起来又忘了说。可是没收到信，并不代表规定就对您没有约束力了。只要您符合上面说的条件，时间一到，您的驾照在监理站的电脑系统里，状态就是注销或者逾期了。
这个时候，如果您没去做该做的动作，您只要骑车上路，那就是不符合规定的。接下来嘉欣要讲的是今天内容里最关键，但也是最能让咱们避免损失的部分，关于经济上的代价。首先，罚款那确实是小事。如果被查到使用过期的驾照开车，按照相关规定，会有一定金额的罚款，而且会当场禁止您继续开车。这笔钱对很多长辈来说，可能觉得还能承受，但是第二个后果才是最需要警惕的，那就是保险可能无法赔付，甚至还会产生其他问题。不管是摩托车的强制险，还是汽车的第三人责任险，保险合同里通常都有一个非常硬性的规定，叫做除外责任或者相关事项，里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如果驾驶人有无照驾驶或者越级驾驶的情况，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您因为没去换照导致驾照失效，这时候您骑车出门不小心碰到别人了，如果是强制险的部分，保险公司为了保护受损失的一方，可能会先垫付赔给对方。但是，请您一定要注意听好，保险公司赔付完对方之后，会依法行使追偿权，要求您把刚才垫付给对方的钱依法返还给保险公司。这个动作，法律上叫做代位求偿。如果是您自己买的第三人责任险，那情况就可能更复杂了。保险公司会直接根据无照驾驶除外这个条款，直接拒绝理赔。到时候，所有的修车费、对方的医药费、赔偿金，全都要您自己来承担。您想想看，现在的车都不便宜，随便碰到一辆车的保险杠，维修可能就要不少钱。如果对方因为受伤了，那赔偿金可能数额更大。您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省吃俭用存下来的养老钱，本来是打算用来安享晚年，看看孙子，出门旅游的，结果就因为一张过期的驾照，可能一次意外就面临巨大损失，这得多冤枉啊！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万一很不幸发生了严重的意外，涉及到相关责任的时候，相关方面在处理的时候，一看您是无照驾驶，通常都会从严考虑，甚至会认为您是明知故犯，处理起来会更严格。所以各位老朋友，咱们千万不要觉得换照麻烦，那个麻烦跟后面要面对的巨大风险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了。说到这，很多长辈可能开始着急了，那我要怎么去换照啊？我听说还要检查，我这么大年纪了，书根本读不进去，要是通不过，多丢人啊！别担心，嘉欣在这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换照的认知功能测验，跟咱们年轻时候考驾照完全不是一回事。不需要您去考复杂的驾驶技术，也不用去背那些复杂的交通规则，它检查的不是开车技术，而是您的身体状况和基本的反应能力。只要简单3个步骤，就能换到新驾照。首先，您需要准备的东西很简单，身份证、旧的驾照、最近2年内拍的1寸证件照，准备个2-3张，还有体检费和一点点工本费。第一步是体格检查，这个去监理站指定的卫生所或者医院就能做，主要是看看您的视力有没有退化到影响看路，耳朵能不能听清声音，手脚活动起来是不是正常灵活。这就跟咱们平常做的普通健康检查差不多，非常简单的。第二步是认知功能测验，这个可能是很多长辈心里最担心的部分，但其实它非常生活化，主要目的是评估您的基本认知状态。测验一共分3个小部分，第一关是对时间的认知，检查人员会问您，今天是几年几月几号，现在大概几点钟，我们这里是什么地方。这一关只要您意识是清楚的，基本上都能答上来。如果怕自己一紧张忘记，出门前先看一下日历，心里默念一遍今天的日期就好了。第二关是测试您短时间记忆和回想的能力，检查人员会拿出一些画着日常物品的图片给您看，比如苹果、自行车、电视机、国旗这些，让您看上半分钟左右，然后就把图片收起来。接着他会跟您随便聊聊天，让您的注意力转移一下。过了2-3分钟之后，再请您说出刚才都看到了哪些东西。这一关不需要您全部说对，一般来说只要能说出大概7-8样，就算过关了。这里嘉欣教大家一个小窍门，看图片的时候，可以用编个小故事的方法把它们串起来记。比如我正在看电视，手里拿着一个苹果吃，看到电视里有人骑着自行车，车后面还插着一面国旗，这样记起来就容易多了。第3关是看您手脑配合的能力，这一关很关键。检查人员会给您一张纸，上面画了一个大圆圈，请您在这个圆圈里画出时钟的1到12这些数字，而且位置要尽量画对。
最后，他会指定一个时间，比如请您画出11点10分的指针位置，您就得把代表时针和分针的长短针画到正确的位置上。这个测验看着简单，其实是在测试您的空间感和判断力。嘉欣建议大家，平时在家没事就可以拿纸笔练习画一画时钟，先画上12点、6点、3点、9点这4个主要方向，再把其他数字填进去，这样位置就不容易出错了。只要这3关都顺利通过了，当场交个换照工本费，您很快就能拿到一张新的驾照。这张新驾照的有效期是3年，它不只是一张卡片，它是您合法上路的凭证，更是保护您财产的重要保障。当然，也会有长辈问了，嘉欣啊，我要是通过了测验，拿到了新驾照，可我都快80了，以后每3年都得跑一趟监理站，太麻烦了，而且孩子们也不太想让我再骑车了，我可以不换了吗？当然可以，而且如果您自己感觉反应确实不如以前快了，或者身体状况觉得不再适合骑车了，嘉欣反而特别鼓励您做这个决定。如果您决定以后不再骑车开车了，千万不要只是把旧驾照往抽屉里一扔就不管了。我建议您最好亲自去一趟监理站，办理一个叫自愿缴回注销的手续。为什么要多这个步骤呢？第一，这叫一劳永逸，只要您办理了注销，监理站的系统里就登记了您不再开车了，以后就再也不会寄换照通知单来，您也彻底不用担心会因为忘记换照而产生问题。第二，能避免被冒用的风险。万一您的驾照不小心丢了，或者被他人捡到，因为您的驾照已经是注销状态，查询后就知道，能帮您省掉很多潜在的麻烦。第三，也是最让人开心的一点，为了鼓励高龄长辈主动缴回驾照，很多地方的监理站都会准备一点心意。这里嘉欣要特别提醒大家，网上有些不实信息说缴回驾照能领高额现金，那是假的，千万不要相信。但是真实的礼物也挺实用的，比如有些地方会送一张里面有储值金的交通卡，或者是超市的购物券、生活用品等。虽然钱不多，但这是一份心意，更是一份荣誉，代表您为了自己和他人的交通安全，做了一个特别负责任的决定。那么，驾照缴回去之后，出门不方便了怎么办？这就是我们岁月安心站以前常跟大家聊的，要好好利用您的敬老卡。现在的公交车很多都是低底盘，上下特别方便，地铁、捷运更是四通八达，车里又凉快。如果您住的地方比较偏远，很多地方都有敬老爱心出租车的补助，每个月有固定的乘车点数可以扣车钱，甚至有些地方还有专门的服务车，可以接送长辈去医院或者办事。咱们算笔账，养一台摩托车要油钱、保养费、保险费、税金，一年下来也得花不少钱。把这些钱省下来，用来乘坐公共交通或出租车，其实可能更划算，而且有专业的司机师傅接送，又方便又安全，多好啊！这里嘉欣还要补充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如果我去做那个认知功能测验，结果没通过怎么办？别紧张，测验一次没通过，并不代表您以后就永远不能骑车了。法规规定，如果您第一次没通过，可以等一段时间以后再去测一次，因为有时候可能只是因为紧张，或者当天身体不太舒服。但是如果您连续测了好几次都没过，或者经过专业评估，确实有需要注意的认知状况，那么监理站为了安全考虑，就会收回您的驾照。这个时候，请您千万不要生气，也别觉得丢脸，这是您的身体在给您发出提醒信号，告诉咱们该休息休息了。咱们换个角度想，这或许是在用这种方式保护您，不让您在路上遇到危险呢。另外，嘉欣也要特别提醒家里的儿女们，如果您的父母已经满75岁了，请您一定帮他们留意一下，看看有没有收到换照通知单。如果长辈心里很抗拒，觉得去换照是不信任他，质疑他的能力，请您千万不要用命令的口气，试着从关心的角度去沟通。您可以这样说，爸妈，这个换照不是要考倒你们，其实是为了帮咱们家避免风险啊，要不然真出了事，保险可能无法赔付，那咱们的损失可就大了。或者您可以陪着他们一起去监理站，甚至在家里先陪他们练习画时钟、看图片，让长辈觉得这像是一个有趣的游戏，而不是一场严肃的考试。还有一种情况也要注意，如果长辈虽然满75岁了，但他拿的是职业驾照，比如是开出租车的，职业驾照的规定就更严格了，年满65岁之后，就需要每年体检一次，到了68岁就必须换成普通驾照，而到了75岁，一样要遵守每3年换一次普通驾照的规定。所以，
如果家里有长辈还在开出租车谋生，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些年龄门槛，千万别因为驾照问题产生不必要的麻烦。最后，嘉欣想非常诚恳地跟大家说几句心里话，一张小小的驾照，背后牵连着的是重要的责任和潜在的风险。咱们这一辈人，年轻的时候为了家庭努力奋斗，现在年纪大了，咱们要学的其实是稳妥，关注咱们的健康，关注咱们的养老金，关注一家人的平安团圆。请各位长辈千万不要抱着没那么巧，不会出事的侥幸心理，咱们要么就大大方方的去把新照换回来，证明自己依然能安全出行，要么就从容一点，主动把驾照缴回去，开始享受更安心的出行新生活。无论您选择哪一种，都是对自己、对家人、对整个社会负责任的表现，都值得咱们点赞。今天聊的这件事真的特别重要，它可能直接关系到您或您家人养老前的安全。所以，请您一定要动手指，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家里的长辈，分享到家族的聊天群里，或者传给那些平时还喜欢骑摩托车出门的亲友们。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分享，这是一个善意的提醒，是在实实在在的帮大家注意潜在问题，守住咱们辛苦攒下的钱。我是岁月安心站的嘉欣，真心希望大家都能把今天的劝告听进心里，做一个既明智又负责的长者。祝愿每一位朋友出行一路平安，身体健健康康，所有的风险和麻烦都离咱们远远的。咱们下期再见。